6岁那年，女孩误打误撞下吞掉了属于女主的护身灵草，从此整个人都变成救死扶伤的灵药。父母为了保护她接连惨死，最后还连带整个家族都被魔修灭门。系统让接受命运别白费力气，因为她体内的药力注定要成为女主的护身宝具。可云舒偏偏不信邪，所以当女主即将要被仙人带走时，云舒抓住了他们的衣袍。2位仙人，我也想修仙，求你们也带上我吧。青阳真人一低头，就看见云舒跪在地上。这小女孩衣着华丽，应该是这户人家的小姐，而反观灵犀一身粗布衣衫，想必在府上过得并不好，这让她对云舒的第一印象就不怎么好。你与仙途无缘，不必想了。对比起对待灵犀时的温和态度，青阳真人对云舒的态度颇为冷淡。听闻此话，云舒按在地上的手缩成了拳头，反倒又给青阳多磕了几个头。求真人，云舒正欲开口再度请求时，有只手忽然扶住了他，阻止了云舒继续磕头的动作。算了算了，带你就是了，我可不喜欢被人跪拜。一旁的道天真人叹了口气道：我们紫霄宗的弟子入门前均要通过问心路考验，你若是能通过，自可入我紫霄宗；若是不能就离开吧。多谢真人，我若是能修炼有成，往后一定报答真人。道天听笑了，一凡人有没有灵根都不一定，还想着修炼有成，这想法论点太虚无缥缈了点。你这丫头，小小年纪花样倒挺多，我不需要你报答我，只要往后你别纠缠于我就是了。云舒低头不语，他也并非是想攀附这位真人，只是想活下去。兄长故意现身引开魔修，就是为了救我，我可不能死。道天真人一路奔波，带着云舒和灵犀回到了紫霄宗。飞行的速度太快，云舒来不及看清修仙者们的世界是个什么模样，就已经被道天真人丢进了问心路。现在恰好赶上紫霄宗3年1度的收徒大典，无数人走进问心路，其中既有比云舒更小的孩子，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云舒摸着山路上的碎石一步步往上走，虽然走得极慢，但云舒却一刻也未停歇。问心路后半段弥漫着大雾，伸手不见五指，云舒就一边忍着疼往上爬，一边哭个不停。骤然间被灭门，魔修说要把兄长做成尸魁，看着兄长被魔修带走，云舒躲在一旁不敢发出声音，但在这里没关系，他可以哭个够。等雾散了，云舒就不会再哭了。云舒要走完这段问心路，进入紫霄宗努力修炼，然后找回兄长。紫霄宗山门上，负责接引新人的弟子在最后一批凡人踏入山门后，便关闭了问心路，那些在半途上放弃的凡人全部被送了出去。云舒就在这最后一批弟子中，低着头跟着接引的弟子踏进了太初峰。紫霄宗新入门弟子的收徒大典就在太初峰举行。虽说通过了问心路就等于进了紫霄宗，但如果没被任何一峰看住，那也就只能当个外门弟子。太初峰的高台上，紫霄宗的掌门元宗坐在正中，一边环视底下新入门的弟子，一边对坐在自己右手边的师弟玄威开口：师弟，你们凌烟峰都已经20几年没收徒，这回总该挑几个了吧？玄威无精打采的开口：看缘分吧。见玄威这副兴趣缺缺的模样，元宗就知道他肯定又不想收徒。玄威，你看站在最前面的那个小姑娘怎么样？她是这次最早通过问心路的人，只用了2个时辰，是这100年内最快的新入门弟子，想必灵根和心性也都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元宗指了指站在最前面的灵犀，玄威抬眸朝着元宗指的方向看了一眼，女子太娇气，不适合当剑修。话落一旁，素问峰峰主的目光立即扫了过来，元宗顶着他的目光打了个圆场。这个小姑娘看着挺有灵性的，比起当剑修应该更适合当阴修，但是这么多弟子，总归有适合当剑修的，不如玄威你下去仔细看看。玄威点了点头，闪身到弟子前转了一圈，接着又重新回到高台上。无一人适合入我凌烟峰。元宗知道这一圈就是为了应付他，根本不是真心想收徒，他也只能作罢。玄威的事了，后底下的弟子们就开始依次测灵根，再由各峰的大弟子分配去向，单灵根和个别运气好的双灵根成了内门弟子，大部分双灵根和3灵根都去了外门。而作为第一个通过问心路的女主灵犀则测出了木灵根，直接被妙音峰峰主收做了亲传弟子。前面的弟子已有了去处，最后终于轮到了云舒。面对测灵根的晶石，云舒有些忐忑，因为系统已经告诉过他是下等的4灵根，在云舒前面那么多新弟子测下来，无一不是3灵根以上，还没有出现过4灵根，在这里3灵根上且会遭到歧视，那他这个4灵根呢？云舒将手放到了金石上，金石上出现了4种暗淡的色彩，就和系统说的一样，毫无疑问是资质极差的4灵根。4灵根是怎么通过问心路的？旁边的弟子看到测试结果后议论起来。站在法修弟子中的道天真人见到云舒的测试结果松了一口气，凡人界之人大多无灵根，云舒既然有4灵根，虽然差了些，但还是能留下当个外门弟子的。云舒入外门，剑舞峰中无人示意，负责安排弟子的管事长老就报出了这个结果。云舒转身正要朝着外门弟子那边走过去时，后背突然被一颗小果子砸了一下，云舒转头看去，就见高台之上玄威真人正看着他：你可愿入我凌烟峰当个剑修弟子？云舒正愣了一瞬，真人，以我的4灵根资质，怎么努力修炼大概都会止步于炼气，凌烟峰说我有用吗？玄威真人一脸认真：除草种花，洗剑用处多多。元宗嘀咕道：刚刚还说女子娇气不肯收。玄威一个眼神扫向元宗，4灵根能通过问心路的，这份心性除了他这一个，你再找个女子出来。元宗皱眉道：灵根不足不是心性能弥补的，就算剑修重心性，4灵根也越不过单灵根去，你可要想清楚。玄威直接反问我们剑修的事，你一个法修怎么会懂？云舒一步步走上高台，想去玄威身后他3个弟子都站的地方。道天真人怕云舒上来后尴尬，连忙走过去拦住了他。云舒，高台上都是亲传弟子，你是内门弟子，在下面等着就好。云舒是看到底下没有凌烟峰弟子，又看见云将随着青阳真人一起上了高台，就以为自己也该上来。听到天这么说，就转身要下去，不等云舒下台阶，他的衣领就被人从后边拎住了。我也有
有3个弟子，你就当我的关门弟子吧。玄威拎着云舒回了座位，以后她就是你们的小师妹，一会收徒大典散了，你送她去素问峰看看身上的伤。玄威的大弟子林清月点头答应。待收徒大典结束，云舒跟着林清月去素问峰看伤。素问峰峰主禅月真人还记得刚刚玄威讽刺女子娇气的事，看见带云舒站在门口的林清月也没什么好脾气。你们凌烟峰的剑修皮糙肉厚最耐揍，还需要我们素问峰的医治。素问峰的各位师叔师姐皆是妙手仁心，想必不会同师傅计较的。小师妹在问心路上伤得不轻，还请禅月师叔帮忙看看。林清月3言2语就把尴尬给化解了。凌烟峰是一座孤峰，在紫霄宗5峰中是最高的一座山峰，四周围绕着云雾，山顶之上又有一座高耸的阁楼，如同一柄巨剑一般似要刺穿云霄。玄威真人的洞府就在阁楼边上，路过阁楼时，云舒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阁楼的门匾上书写了干净利落的3字：藏剑阁。林清月见他对剑阁好奇，便为云舒解说了2句：这里是我们紫霄宗的武器库，藏剑阁历来是我们凌烟阁负责的。大师兄，凌烟峰是不是只有4个人？仅凭4个人能保护好剑阁吗？你来了，现在是5个人了。不远处传来另一道声音，云舒循声望去，就见一身天青色道袍的玄威手里拎着把雪白的剑走了过来。云舒对那把剑颇有几分好奇，不过还来不及细看，就见玄威忽然凌空飞起，手中的长剑对着空气划去，随即3个黑影就从空中落了下来。林清月过去检查了3个贼人的身份，师傅是煞血盟的人，扔给掌门处理吧。玄威看都未多看那3人一眼，收了剑朝着我走来。云舒，你随为师来，为师带你去你的住处。云舒看了看玄威伸过来的手，犹豫了一瞬才把手放了上去。不过须臾2人就来到了半山腰，眼前是一片清幽的竹林，目光穿过大片的翠竹，就能看见不远处的小屋。玄威推开小屋的门示意，这里便是你的住处了。为师平日里闭关时间居多，你有什么事找你大师兄便是。云舒点了点头，于是送走玄威后，云舒就蹲在门口的池子旁，一边看锦鲤一边等大师兄。林清月赶到竹林时，从空中就看到自家小师妹晒太阳的模样，也是奇怪，这次问心路中消耗最大的肯定是自家小师妹。她去掌门那看见那边的内门弟子个个都跟被霜打的茄子似的粘着，怎么自家小师妹还没事？林清月和自家师傅不同，她向来细致周到，虽然见她的伤口愈合了，但总担心云舒会忍着不敢说。云舒摇了摇头，大师兄不用担心，已经都好了。大师兄，往后我每日的修炼该如何安排？凌烟峰弟子出入门时，每日需在银石起上峰顶打坐，随后挥剑1000下，等挥剑完毕，差不多就是妙音峰那门弟子上课的时间。去妙音峰蹭完上午的基础课后，之后的时间可自行安排。虽然听到这个蹭字就感觉不是很妙，虽说大家都是紫霄宗的，但就看凌烟峰和素问峰的关系，云舒严重怀疑他们凌烟峰和妙音峰的关系也不太行。我去妙音峰蹭课，妙音峰的答应吗？大师兄以前是怎么安排的？林清月答：剑修重实战，所以我与你另外2位师兄出入门时，常去宗内的擂台比武。云舒点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见云舒只管乖巧答应，一句抱怨也没有，林清月不由多补充一句：这几日你先好好休息，虽然你觉得伤已经不疼了，但也不可大意。虽然表面上老是点头，心下却觉得自己不能偷这个懒。玄威真人本来就嫌弃女子不如男子能吃苦，云舒要是一进门就不修炼光休息，可能会惹玄威真人不高兴。又简单交代了2句后，林清月留下一枚传音玉就离开了。第2天一早，离天亮还有好一段时间，云舒就不得不匆匆起床，努力撑着要合上的眼皮开始爬山。大师兄说，每天去山顶打坐，主要是为了赶上日出那一瞬间。日出之时，万物都能蒙受第1道晨光的恩惠，修炼之人在此时静心打坐，更容易获得心境上的顿悟，对修炼大有裨益。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云舒就地一坐，闭上眼，沉心静气，在心中默念起修炼口诀。可云舒现在实在是又困又累，随时都能睡过去。每睡意袭来，我就抬起自己的手咬上一口。系统没想到云舒修炼起来会这么刻苦，忍不住吐槽道：小姑娘，你这也太狠了吧，你拿的可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剧本，又不是什么废柴逆袭流女主角。云舒问系统，你什么时候才能从我身上离开呢？这个所谓的系统其实不常开口，但每次开口都说些打击我的话。按照系统自己的说法，他本来应该落在女主灵犀身上的，因为一些差错才落到了云舒身上。云舒不由得问，既然你是属于灵犀的系统，何不回到灵犀身上去？系统叹了口气，我也想啊，可是你一日不死，我就一日没法从你身上离开。你说一个本来只活3章的跑灰，怎么就不好好按剧情走呢？云舒直接问，那我现在不死了，你该怎么办？会为了回到灵犀那里去加害我吗？怎么可能，我是那种恶毒的系统吗？系统反驳完解释道，反正你怎么修炼也都突破不了炼气期，寿命最多比凡人多个20-30年，我就等着你过完短暂的一生后再走好了。灵犀的修炼之路，少说也有个上千年，我晚去100年也不晚。云舒若有所思的点头，既然我们要一起相处100年那么久，那来约法3章吧，为了接下去的100年我们能好好相处。系统笑说，你一个小丫头知道的还挺多，怎么个约法3章？云舒认真列出2点，不要说丧气话贬低我身边的人和我，不要把我当成书里的角色，我是人不是文字，这不是才2条吗？第3条呢？这不是才2条吗？第3条呢？第3条你提，作为原著党，我对你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你好好扮演恶毒女配，不要崩人设，不行
这条违反了前2条。第3条，我替你想好了，我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满足你的心愿。违反前2条的除外。玄威赶在晨光绽放之前出了洞府，来到了山顶打坐。以往每日这个时间会出现在山顶的只有他一人。他们凌烟峰的弟子是有每天早起到山顶打坐的传统的，但是这个传统也就是针对刚入门的弟子。玄威的3个弟子在筑基后就都再也没来过。玄威习惯了每天早上都只有一个人打坐。今日刚盘膝坐下，骤然间发现不远处还有个小小的身影，感觉有些新奇。小姑娘穿着白色的门派服，盘着腿，坐得十分端正，但看在玄威眼里没半点庄重感，反倒十分有趣。只是小徒弟时不时的脑袋点地，又在睡过去之前咬自己的手背，这看得玄威浑身不适，很想给他纠正一下这种不良习惯。但是想到这是云舒在为修炼做出努力，玄威又压下了去纠正的想法。待到云舒从体会中清醒过来时，一睁眼天已经大亮了。咦，你这是引气入体成功了？虽然你灵根差，但是运气不错啊。系统惊讶道，这就是引气入体吗？应该是晨光的恩惠的功劳。大师兄没骗我，果然对修炼大有裨益。不远处看到这一幕的玄威挑了挑眉，问心路过后第2天，别的峰的弟子这会儿都还半死不活的没恢复过来，云舒都引气入体了。所以说元宗那种法修懂什么剑修，就云舒这修炼速度比他1灵根的师兄都强。打坐结束后，云舒就拿着门派里发的铁剑开始了挥剑练习。等云舒挥完了1000下，就已经接近40了。云舒就赶紧去了妙音峰的弟子堂。赶到妙音峰的弟子堂时，里面正一片喧哗。云舒从门口探进一个脑袋，就看见一群弟子正围着灵犀。云舒仔细一看，就见灵犀对面站着的一名少女拿了一块玉佩。宋敏敏是10大修真世家之一的宋家的千金小姐，原本是因为仰慕妙音峰峰主才离开家拜入了紫霄峰，可惜她只有双灵根资质，只看进了妙音峰当个内门弟子。妙音峰峰主也看不上其他新入门弟子的话，这事也就算了，可偏偏灵犀入了妙音峰峰主的眼。宋敏敏一进弟子堂就找到了灵犀，这玉佩就是我的，你说是你的，有什么证据？宋敏敏手里掂着抢来的玉佩，嘴角噙着一抹轻蔑的笑容。灵犀急坏了，小心翼翼地请求道，宋小姐，那枚玉佩里装着我弟弟的魂魄，求你还给我吧，你要别的我都可以给你，你弟弟的魂魄，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把魂魄装进玉佩里？你就胡说吧。灵犀都要哭了，母亲失踪，父亲离世，他现在可就只有弟弟这一个亲人了，是真是假？我摔了这玉佩就知道里面有没有装东西了。宋敏敏嘲笑道。在一旁看到这一幕的云舒不由得问系统，真的装了灵犀弟弟的魂魄吗？居下魂魄装进玉佩里这种事听起来确实匪夷所思，但是灵犀的母亲曾经是分神7大能，这块玉又是传说中能温养神魂的上古玄玉，确实有可能做到。系统答，那灵犀能拿回那块玉佩吗？有没有男主角站出来帮灵犀？没有，这个摔玉佩的剧情很重要的。宋敏敏摔了玉佩，灵犀向宋敏敏发起挑战，一怒之下引气入体，直达炼气中期，从此开启了修炼之路。我觉得这枚玉佩比剧情更重要，有没有办法让玉佩不被摔碎呢？云舒问。你想都别想啊，剧情最重要，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默默围观就好了。系统赶紧嚷嚷起来，云舒这个刺头女配自己不走剧情线就算了，可别带偏女主啊。灵犀眼见着宋敏敏真要摔玉佩，便顾不得其他，冲上去想夺回玉佩，可是宋敏敏身后站了个元婴修士，只一抬手就将她定在了原地，令她动弹不得。小劲！灵犀看着宋敏敏松开手，那玉佩从她手中落了下去，心中的一根弦就断了，那可是她的亲弟弟啊。云舒松了一口气，他趴在地上，手中捧着一块玉佩。宋敏敏和灵犀两人都愣了一愣，不知从哪里冒出这么个人来。系统愁得头秃了，真是要气死我！咱们就不能老老实实的当个透明人吗？你掺和剧情干嘛啊？你是那个4灵根废物。宋敏敏认出了我，她居高临下的看着云舒道，别多管闲事，把玉佩给我。云舒没搭理宋敏敏，她从地上爬起来后，理了理自己的衣襟，就转头对灵犀道，你的玉佩你保管好，别给他，你要是敢把玉佩给洛灵犀，我跟你没完。宋敏敏见云舒不仅无视自己，还向着灵犀生气的喊了起来，这块玉佩对灵犀来说很重要，不能给你。云舒看向宋敏敏，平静地道，小姐要不要？宋敏敏身后的元婴侍卫走上前来要替宋敏敏出手，你别插手。宋敏敏喝住侍卫，元婴一出手，这个4灵根废物不死也要丢半条命。宋敏敏只打算对付灵犀，没真想让云舒吃苦头。4灵根，这样吧，我们2个上擂台比一比，你要是赢了我就不要那块玉佩看，但如果我赢了你就把玉佩给我。宋敏敏指着云舒道，云舒小姐，宋敏敏从小就开始修炼，现在已经炼气中期了，你打不过她的。对不起，是我拖累你了。灵犀充满歉意地对云舒道。云舒摇摇头，他不担心这个，我不跟你打。云舒对宋敏敏说，他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拿出大师兄给自己的传音玉，你要是不跟我打，我就让我的侍卫打你。宋敏敏威胁道。云舒也不和宋敏敏多说，拿着传音玉往地上一扔，瞬间林清月的身影就出现在了云舒和宋敏敏2个人之间。林清月突然接到来自小师妹的求救，立即如临大敌，谁知顺着传音玉到了目的地，四下风平浪静，哪有半点危险的气氛。我搬救兵。云舒从林清月身后探出一个脑袋来，对宋敏敏道，你必须把玉佩给我，你大师兄来了也一样打不过我的侍卫。宋敏敏对紫霄宗其他几峰的情况是不怎么清楚的，但是妙音峰的情况他了如指掌，他们妙音峰的大师兄归阳真人也不过金丹后期，绝对不是他这位元婴侍卫的对手。林清月闻言微微笑了笑，他拔出了腰间的剑道，林清月不才，区元婴期剑修而已，师妹遇麻烦，我这个大师兄当然要替师妹摆平。林清月那元婴侍卫一听神色一变，你是流风剑剑主。云舒和宋敏敏一样是初次耳闻，但是同样都是元婴期，剑修的大师兄一定不会输给宋敏敏的侍卫。
味。小姐，我是阵法师，虽然仗着修为和计谋，同修的法修、阴修都不是我的对手，但是对上剑修，他们的剑刺过来，我根本来不及施展阵法。原因是魏低声对宋敏敏道。宋敏敏虽然没听说过林清月的名号，但是对剑修单挑阵法师跟切菜一样容易，这事还是有所耳闻的。今天这玉佩就给你，但我迟早会抢回来的。宋敏敏只好课也不上了，带着自己的侍卫气鼓鼓的走了。云舒有没有哪里受伤？林清月收好剑，转身问云舒，顺便伸手摸了摸师妹软软的头发，没受伤。他们还没有动手，我就把传音玉摔碎了。大师兄，传音玉昂贵吗？我为这么点小事打扰你，是不是做的不对？云舒问林清月，我要是你大师兄，肯定得被你气死。传音玉怎么能这么用呢？昂贵的不是传音玉，是这东西本来是你危急关头自救的宝贝，就这么一个，你说用就用了，也太浪费了。系统怒气不争的声音在云舒的耳边响起，云舒没有理会系统，他等着林清月的回答。他只是觉得今天这是请大师兄来帮忙是最好最快的解决办法，但如果大师兄不喜欢这样，那他以后就不这样做了。不贵，等会儿回林烟峰，师兄再给你做几10个你带着。林清月微微眯着眼，笑得一脸温和，哪有半点不高兴的意思。林清月似乎还是担心云舒多想，又补上一句，你今天做得很好，有困难就找师兄，不要因为怕麻烦师兄就随别人欺负。你有3个师兄，师兄解决不了的人就找师傅。谢谢大师兄。云舒道完谢，转头看向灵犀，他把灵犀的玉佩还给了灵犀。以我们在凡间的身份，你大概也不太喜欢我，替你抢回玉佩只是因为同情你，你不用感谢我。云舒对灵犀道，他只是不忍心玉佩不摔碎，灵犀的弟弟失去最后生还的希望。将心比心，他也希望兄长能有奇遇逃出升天。灵犀拿回玉佩，紧紧攥在手里，低声向着玉佩道歉。小静，对不起，姐姐绝对不会再把你弄丢了。该上课了，师兄先走了。小云舒，如果再遇到麻烦就找师兄。林清月不好在弟子堂里多留，拍了拍云舒的脑袋后就离开了。云舒找了个位置坐下，等着上课。其他同学也陆陆续续落座，但是云舒这个4灵根似乎遭到了嫌弃，大家都有意避开了他。他的前后左右都空了出来。云舒小姐，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林夕站在云舒左侧的位置上，他已经整理好仪容，没有方才的狼狈，此时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云舒本以为林夕很讨厌自己，毕竟按照系统的说法，在林夕的眼里，她就是杀父仇人的妹妹，所以方才还玉佩的时候还让林夕别谢自己。没想到林夕还会主动走过来，你坐吧。云舒没什么意见，林夕开开心心的坐下了。趁着授课的真人还没来，他小声对云舒说：“云舒小姐是小静的救命恩人，就是林夕的救命恩人，谢谢云舒小姐。”云舒还没来得及开口劝林夕打消把他当救命恩人的念头，就发现四下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原来是宋敏敏去而复返。宋敏敏环顾了一圈四周，看见云舒边上还空了好些座位，就快步走到云舒的右手边坐下了，耳边还有系统的絮絮叨叨。左边是女主角林夕，右边是反派宋敏敏，你就夹在这中间，早让你别插手管闲事了。不久后就到了比武试炼的时间，云舒赢下了一次比赛后，就见不远处有个少年一直盯着自己看，就以为他是想和自己比试，就主动走上前问道：“师兄，你也是丙字场的，我叫云舒，要不要和我比一场？你打不过我的，我都练气后期了。”莫燕赶紧摆摆手拒绝，他的声音有些磕巴，莫名有种被抓包的窘迫。云舒很厉害的，他刚刚还打赢了练气中期的师兄。背着一把琵琶的小姑娘从云舒的身后冒了出来。云舒小姐，我刚刚在钉子场也赢了，我厉不厉害？林夕一双眼睛亮晶晶的盯着云舒，云舒仿佛能从这双眼睛里看到3个字：快夸我。林夕最厉害。云舒满足了林夕的心愿，不就是在钉子场赢一场吗？有什么好得意的？我可是在丙字场赢的。宋敏敏刚打完一场过来，就看见林夕缠着云舒炫耀，冷哼了一声，走到了云舒和林夕中间，将两人隔开。又来一个。莫燕在定睛一看，这不是舍友们口中的另一个女神吗？这些个小女神居然组团来比武场了。丙字场我的名次在前10，你们3个加起来都打不过我。不是莫燕说大话，3个新入门的豆芽菜的实力在她面前是真不够看的。宋敏敏一听莫燕这话就上火，恨不得上去给莫燕一拳，瞧把这小子给得意的。林夕听了也不高兴的抿起了嘴。云舒却不觉得有什么，跟谁比试都是一种修炼，大家都是同门，是输是赢有什么重要的？师兄，我不怕输，要不我们比比？云舒对莫燕道，跟你比一比也不是不可以，要是输了可不要生气哦。莫燕走上旁边的擂台，云舒小姐加油，不要输给这个自大的师兄。林夕给云舒加油鼓气，别给我们丢脸。宋敏敏也在一旁嘀咕道，云舒点了点头。爬上擂台后，云舒拔出自己的武器，一把有些年头的铁剑。这是比武场旁边放着供弟子临时使用的普通铁剑。现在的云舒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剑。师妹看起来很累的样子，莫燕可不想被云舒讨厌。虽然他一招就能结束比试，但是待会儿他一定要让着点云舒，不能让云舒太没面子。我不累，直接开始吧。云舒拿着剑冲向莫燕，莫燕见云舒先动手了，只好应战。他没有急着出招，只左右躲避云舒刺过来的剑。云舒今天是第一次拿剑，以前他擅长的是琴棋书画，连菜刀都没碰过。对于9岁的他来说，比武场提供的这把铁剑很重，他光是拿起来就已经很费力了，更不用说还要用剑攻击对手。莫燕也看出了这一点，这不就和刚学走路的孩子一样吗？一推就倒，太弱了。这小姑娘就是林烟峰新收的剑修弟子，剑用的也太烂了吧，还不如我呢。我听说玄威真人是同情他4灵根，才把他捡回林烟峰洗剑的，真给林烟峰丢人。他这样怎么可能赢得过前10的莫燕呢？慢慢的，
擂台旁聚集起了很多人，云舒的身份在比武场之中传开，连甲字场和乙字场那边的观众都过来了，大家都想看看传说中林嫣峰新弟子的擂台战，看这位只有好运没有实力的4灵根小姑娘怎么出丑。莫燕也注意到了擂台底下的状况，虽然她作为一个卧底来紫霄宗没久，但是她对紫霄宗的情报也算了如指掌，知道以4灵根天赋拜入玄微门下的云舒必定会成为一些弟子的眼中钉。她很纠结，小姑娘在这种状况下输给她，那不是很丢人？等下了擂台，指不定被人讽刺到哭。但是她都已经打到炼气7前10了，这会儿输给小姑娘的话，名次得直接调回50名开外去。也太不划算了，要不还是让云舒这一局，他大不了再打个6，还是让云舒这一局，他大不了再打个6天，照样回前10。莫燕刚做出决定，就又听到底下有2个小姑娘扯着嗓子和大家对喷。云舒小姐才刚入门，她第一次用剑用的不好，有什么奇怪的？林夕实在听不下去，向来不爱和人起争执的她没忍住大声道。宋敏敏瞥了林夕一眼，觉得自己之前欺负林夕的行径，莫不是和现在这些叫嚣云舒没用的人一样？这些人嫉妒到用言语攻击人的样子，真是难看，还不如这个没脑子的林夕顺眼。8、9岁的孩子用不好剑怎么了？你们8、9岁的时候全都能提剑杀狼了不成？云舒刚入门2天就引气入体了，你们有几个比云舒引气入体还早的？倒是站出来给我看看！宋敏敏讽刺道。一个是变异木灵根的天才少女，天赋秒杀在场的所有人；一个是10大修真家族之一宋家的千金，身份秒杀在场的所有人。这2人都觉得云舒作为玄微的弟子没什么问题，其他人谁能比这2人更有资格智慧？议论的声音小了下去一些。我们也不是说他没天赋，但是他才引气入体，剑都拿不稳就来挑战莫燕，是不是太没有自知之明了一点？有人辩解道，正是因为这位师兄比我强，我才要和这位师兄打，我以打赢师兄为目的，如果这场比试我赢了，我就进步了。难道你们来比武场只是为了和比自己弱的人比试吗？云舒知道莫燕一直小瞧自己，根本没对自己出手，也就停了下来。他这话既是说给底下的人听的，也是说给莫燕听的。师兄，我不怕输，但是我是怀着赢你的想法来和你比试的。我上一场比你的想法来和你比试的，我上一场比试的对手那位师兄也觉得我赢不了他，可是他输给了我，所以请师兄你也认真对待这场比试。底下听到云舒此话的林夕和宋敏敏都笑了，可不是吗？上一场的那位炼气中期的师兄输掉的时候，羞愧的恨不得钻地洞里去，谁知道这位炼气后期的师兄会不会一样栽在云舒手里呢？莫燕听得差点给云舒鼓掌，小师妹真有出息啊，不仅长得好看，头脑也很清醒，可惜了是玄微那个疯子的徒弟，要是换做普通的内门弟子，等他走的时候把这丫头拐走多好，那我可就认真动手了。师妹接招，莫燕手持一支长箫放到唇边，便随着乐声响起，攻击便从4面8方袭向了云舒。这便是阴修强大的地方，也是妙音峰能在紫霄宗之中最繁盛的原因。乐声能到之处皆是攻击，就和空气一样无孔不入，让人防不胜防。修为低微的阴修乐声的攻击威力不强倒还好，可修为高深的阴修一曲图一成也不在话下。云舒作为一个没什么战斗经验的菜鸟剑修，对阴修的了解更是少得可怜，只感觉到莫燕的箫声一起，他浑身上下就跟被刀割了一样的疼。他掀开衣袖一看，就见自己手臂上的皮肤已经青紫了一片，身上疼并不是他的幻觉，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躲才能躲开莫燕的攻击，就什么也不多想，拿着剑径直冲向莫燕。云舒，哎呀！离箫声越近的地方攻击越强，不能冲上去啊！宋敏敏在擂台底下看得干着急，她是阴修，她了解阴修的攻击是怎样的。云舒和莫燕本来修为就差的极多，云舒的身体肯定承受不住箫声持续不断的攻击的。这时候该和莫燕拉开距离，站得远了，乐声轻了，攻击的威力也就小了。等莫燕的法力消耗完了再和她打才对。别担心，云舒小姐连问心路都能闯过来。宋小姐是2灵根，应该比我更明白问心路的威力吧？林夕却很淡定的开口。宋敏敏一听是这么个道理，问心路对他们这些天赋不够出众的弟子实在是太不厚道了。他要不是靠着对妙音峰峰主满满的爱意，绝对撑不到上山。哼，你是1灵根了不起啊？看不起我是2灵根是不是？宋敏敏和林夕没和平相处一会儿，就立即翻了脸。莫燕见云舒向自己冲过来，就站在原地动也没动。他对自己的乐声的攻击力很有信心，云舒的剑根本进不了他的身。下一秒，云舒的剑刺到了莫燕脖子的近前，停留了一瞬后，转而挑了莫燕手中的箫，砰！玉箫落地的清脆的声响在乐声戛然而止过后响起，显得格外清晰。莫燕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他居然真的输了，赢了，云舒赢了！宋敏敏下意识地喊出了声，林夕也抿着嘴笑。这下看谁还看不起云舒小姐，刚入门就能打赢炼气后期的师兄，玄微真人的亲传弟子云舒小姐自然当得起。刚刚那些说云舒没资格的，倒是上去和这位炼气后期的师兄打一场啊！你们能跟云舒一样赢了这位师兄再来说这话。宋敏敏吊着眼环视了一圈周围围观的弟子们，这些弟子们就吓得赶紧溜了。师妹，你有没有受伤？莫燕反应过来后，比起后悔自己输给云舒，她最先想到的是云舒伤得重不重，擂台比试而已。云舒也太拼了，竟然顶着他的攻击直接冲过来，简直就是不要命的打法。他箫声的攻击力要杀掉一个炼气前期的弟子是完全有可能的。云舒摇了摇头，师兄不必担心，只受了些皮外伤。莫燕不信，他非要云舒伸出手来给自己看看。云舒卷起一小截衣袖，露出布满青紫的手腕和手背，看起来有些吓人，这也能叫皮外伤？莫燕突然仿佛能理解玄微为什么要把这个4灵根小丫头收为徒弟了，被打得半死不活的也不当回事，这作风确实很符合剑修。师兄真的没事，我在问心路里伤的比这重，也很快就好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储物袋里拿出了一瓶印着素问风字样的丹药，倒出一颗来吃了下去。云舒，你这吃的什么丹药啊？宋敏敏跳上了擂台走过来问道。他身后还有个灵犀，补元丹啊，几百中品灵石1颗的补元丹，你上素问风领的。
的。宋敏敏夸张地叫了起来。宋敏敏自己不是没有补元丹，这东西是治疗外伤最好的丹药。出门的时候，他爹硬给他塞了一瓶，但是问题在于他分明看到云舒手里那个装丹药的瓶子印着苏问峰的字样。是啊，云舒点头，他又翻了翻自己的储物袋，拿出一堆瓶瓶罐罐。补元丹这么贵吗？除了补元丹，我还领到了一些别的丹药。看着云舒掏出一堆有价无市的丹药，仿佛是在掏糖豆。宋敏敏、莫燕、林夕三人都一时语塞，这真是那个抠门的苏文峰发给你的？我前几天去，他们就给了我3颗回元丹，那东西只值10颗下品灵石。莫燕这个卧底都知道苏文峰那帮鸟们有多抠了，我比师兄好上一点，我领到6颗回元丹。林夕道，我从问心路出来只剩半条命，他们1颗回元丹就把我给打发了。宋敏敏气得七窍生烟，这苏文峰分明就是在歧视他。云舒也不知该说啥，但是云舒小姐，你真的没事吗？有没有想晕倒什么的？林夕担忧道，完全没事啊，这点伤很快就能好了。你们看，云舒在将手上的伤给大家的看，此时手上那些青紫的疤痕颜色居然很明显的比先前淡了很多。见到这一幕的莫燕三人都嫉妒不已。偏心的苏文峰给云舒的补元丹也太好用了吧，就这伤口恢复补元丹也太好用了吧，就这伤口恢复的速度简直就是神了。在接下来修炼的日子，每天都大致相同，虽然显得无聊，但是半个月下来，他的修为和剑术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妙音峰的弟子堂里，早课还没开始，弟子们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闲聊。而在云舒这个小团体里，大家正在聊各自的修炼进度。修炼真的好难啊，我都快要怀疑自己这个丹灵根是不是假的了。这都半个月了，都还没引气入体，这有什么奇怪的？丹灵根引气入体的平均水平是1个月，你现在着急还早呢，是我们天赋还不够啊？看看人家一灵根3天就引气入体了，现在可都练气中期了。大家的目光齐齐地集中在了灵犀身上，灵犀赶紧摆手道，没有，我也只是运气好，突然悟了。云舒和宋小姐也都早就引气入体了。宋敏敏很是不屑，不就是练气中期吗？不巧，我昨天也练气中期了。宋小姐是从3岁就开始修炼了吧？不愧是阵法名门宋家的千金啊！说起来，云舒是什么时候开始修炼的？云舒入门第2天就成功引气入梯了吧？大家又一起看向一旁看起来像是在发呆，其实是在问系统男主是谁的云舒。云舒还在好奇半个月都没出过1次场的男主到底是谁，突然发现周围安静了下来，才反应过来，就是入门第2天早上打坐的时候，突然引气入体了。修炼的话，大概算是从那天早上的打坐开始的。云舒也没注意听大家前面说了些什么。答完之后，发现周围还是一片寂静，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在半个月都没引气入体的单灵根和3天才引气入体的1灵根的衬托下，云舒这个一早上都没用的4灵根显得相当诡异。骗人的吧？这话谁敢信？云舒小姐说的我可以作证都是真的。我和云舒小姐本来都是下界的凡人，连修真界是什么都不知道。最清楚这一点的灵犀开口解释道，那云舒现在还是练气前期吗？练气后期。云舒随手用了一个练气后期才能用的降雨术，雨水细细绵绵的打湿了大家的衣服，他又补上了一个清净术。这回连天天和云舒待在一起的灵犀和宋敏敏都惊呆了。虽然平时看云舒在比武场的表现也猜到云舒修为又精进了，但没想到竟然离筑基已经那么近了。如果接下来半个月云舒能筑基，1月筑基这样的恐怖速度都够云舒的名声传播到其他门派去了。云舒之前只管努力修炼，其他的都没注意，这会儿才反应过来，自己再修炼下去的话，下一个境界就是筑基了。系统说过4灵根会止步于炼气，这话到底靠不靠谱啊？肃静，开始上早课。今日授课的师兄走进弟子堂，林希一看见来人，眼睛就亮了，他立即坐正，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来人。围在云舒周围的弟子们也一下就散了，各自老老实实地回到了自己座位上。来的人是妙音峰的首席大弟子归阳真人，也是带灵犀踏入修仙一途的人。云舒看着灵犀那副眼睛亮的都能射出光来的模样，忍不住问系统，难道归阳真人就是灵犀的男主角？又想骗我给你剧透？不说了，上次告诉你妙音峰的师姐妹要欺负灵犀，你直接拿剑把那一伙人都挑了。还有之前的宋敏敏，人家好好一个大反派都被你带歪成什么样了，一件反派该干的事都没干。系统打开了话匣，喋喋不休地抱怨了起来。云舒挣扎了一下，你告诉我男主角是谁，我保证不妨碍灵犀和男主角的情缘。我才不告诉你，万一男主角也被你带歪了，我上哪儿哭去？以前是我大意了，以为你一个炮灰能安安静静地待在凌烟峰和你的师傅师兄们一起当背景板。听了系统这么说，云舒就放弃打听了。归阳真人是门派中数1数2的英俊，弟子堂中至少有1半弟子在忙着偷看归阳真人，根本没在好好听课。归阳真人的早课结束了，一群弟子上前去将归阳真人团团围住。大师兄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林希本也想去找归阳真人搭话，想告诉归阳真人自己已经练气中期了，没有辜负他当初把自己带回紫霄宗。可惜他挤不进人群，肯定记得的。你不仅是归阳真人故人的女儿，而且还是妙音峰峰主的亲传弟子，你是他的小师妹，怎么会连小师妹都不认得？云舒见林希一副失落的模样，开口安慰道，师父门下弟子亲传弟子30有余，我拜入妙音峰以来，只在收徒大典那天见过师父，之后就再也没见着过了，更不用说大师兄了。大师兄不记得我也是正常的。灵犀道，你好惨啊。云舒由衷道，早课结束了，云舒就和灵犀宋敏敏他们道了别，准备去比武场。他走出弟子堂没多远，就看到身后不远处归阳真人走了出来，而在归阳真人身后还跟了个亦步亦趋的灵犀，两人之间并没有交谈。走出没多远，归阳真人就抱着灵犀凌空而起，
不知道去了哪。云舒就知道龟阳真人果然还是记得灵犀的，这还特地避开人群来找灵犀了。结果第二天到弟子堂上早课的时候，发现来上早课的弟子少了好多，其中也包括灵犀。宋敏敏，你知道大家都去哪儿了吗？为什么今天都没来早课？云舒向宋敏敏打听。宋敏敏的脸色不太好看，她压低声音对云舒道：“我也是听有些弟子说的，听说我们妙音峰一夜之间突然失踪了好些弟子，但是这才到今天早上。”说不定再过一会儿，这些人就自己回来了呢。不只是妙音峰，其他几峰也都有弟子失踪。一个突兀的声音在云舒和宋敏敏的身后响起。云舒和宋敏敏一块儿回头，就看见一身青衣的灵虚真人。真人好，云舒打声招呼。灵虚算是对他有恩，如果不是灵虚心软带他来紫霄宗，他早就落魔修手里了。云舒这边还能淡定的打招呼，宋敏敏则是做贼心虚的不敢说话。灵虚真人是和龟阳真人一个辈分的师兄，见到灵虚真人和见到师长是一个感觉。在弟子堂里议论这些，你也真是不怕被师长责罚。灵虚真人本来是想吓云舒，不过看起来这小丫头是半点也没被吓到。真人为什么来弟子堂？云舒问。灵虚真人走到了弟子堂的最前面，说明了来意。应该已经有不少师弟师妹听说了，我们紫霄宗各峰均有弟子失踪，包括你们妙音峰的大师兄龟阳真人。这几日弟子堂的功课暂停，各位师弟师妹尽量结伴同行，不要落单，都保护好自己。真人，我可以去找找失踪的弟子在哪儿吗？云舒出声提问。炼气中期境界以上的弟子可以自愿到太初峰报名加入找人的小队。灵虚真人答。云舒想去找找灵犀的下落，顺便历练一番。灵犀昨日分明和龟阳真人在一起，以龟阳真人的境界都没法脱身，也不知道灵犀怎么样了。弟子堂里的弟子们解散后，云舒就跑去了太初峰给自己报了名。报完名后，他就被太初峰的管事弟子安排进了一个下山探查的小队里。除了他以外，小队里还有3个人，2个妙音峰的，一个素问峰的。云舒师妹，我们又见面了。莫燕见着云舒，开开心心的打招呼。云舒茫然的看着莫燕，不记得这人是谁，只能敷衍的应了一声。好巧哦，这么明显的敷衍他哪能看不出来？就算他给自己换了一张平平无奇的脸，但是他的存在感还没有低到这种程度吧？师妹你好，我是妙音峰的许可，你叫我徐师姐就行。背着一把琵琶的师姐冲云舒打招呼。说完后，他还踩了莫燕一句。莫燕这小子见到一个师妹就套近乎，师妹你可别被他骗了。云舒看向3人中的最后一个，素问峰来的这位师兄这会儿站在不远处，看起来很忙的样子。他被一群女弟子团团围住了。师弟，我近来食欲不振，你能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吗？凌鱼师弟，我头晕，你扶我一下。凌鱼师兄，我扭到脚了，你帮我看一下吧。苏凌鱼注意到了站在不远处的自己同队的3人，试图从人群里挤出来，但是被女弟子们埋得死死的，只能冲着3人露出一个无奈的笑容。凌鱼师弟还是一如既往的受欢迎啊，素问峰的天才小弟子，3年前进紫霄宗的时候就治好了太初峰长老的顽疾一鸣惊人。云舒师妹是今年刚入门的弟子，应该还不知道凌鱼师弟的是吧？许可凑到云舒身边道。云舒点点头，表示自己听到许可说的了，他的心思却早就飘走了。什么时候才能下山去找失踪的弟子们啊？这个苏凌鱼看起来好麻烦，能不能丢下他？等苏凌鱼好不容易从师姐师妹们的魔爪中逃离出来后，都已经到50了。对不起，我拖累大家了。苏凌鱼细细的喘着气，一副很累的模样。许可本想吐槽苏凌鱼几句，但是看着苏凌鱼这张乖巧漂亮的脸，这会儿又是一副虚弱的模样，就吐槽不出口了。毕竟是能引起那么多师姐师妹围观的脸，还是很有杀伤力的。我们赶紧走吧。云舒就更没心思安慰苏凌鱼了，一见小队人到齐，就转身迈步走了。许可也赶紧跟上了云舒的步子，莫燕和苏凌鱼落在了后面。苏凌鱼见云舒转头就走，不由得有些沮丧。我是不是被讨厌了啊？没有的事，放心吧。云舒师妹就这脾气，我当初刚认识她的时候，她也不怎么理睬我。莫燕拍了拍苏凌鱼的肩膀，安慰道。苏凌鱼看了莫燕一眼，心想那不是刚认识的缘故，云舒师妹现在也不怎么理睬你啊。云舒一行人刚行至山门，云舒就被叫住了。云舒一回头，就见宋敏敏飞快地跑了过来。我也要一起去，你有去管事师兄那里报名吗？没报名的话不能擅自跟着去。云舒问宋敏敏。没报名，你就当我是下山去玩的，跟你们不是一个队里的就行了。再说了，我有元婴保护，我跟你们同行，你们也更安全。宋敏敏答。那也不行，门派里的规矩要遵守。敏敏，你没报名就不能和我们一起下山。云舒丝毫没有松口的意思。莫燕和许可看得有点心焦，担心云舒小师妹太不讲情面会得罪宋敏敏。宋敏敏在他们妙音峰那也是个名人，作为阵法名门宋家家主的掌上明珠，又带了个元婴侍卫，大多数妙音峰弟子都得罪不起这位小祖宗。云舒师妹，要不许可刚想帮忙打个圆场，那边宋敏敏已经先开口说话了。宋敏敏示意自己身后的元婴侍卫抱自己起来，一边对云舒道，那你走慢点，我马上去报个名回来。宋敏敏一说完就被抱着飞回太初峰上去了。云舒对自己劝说同门成功很满意，还自我满足地点了点头，完了转头看向许可，师姐，你刚才好像有话要说。许可说道，不，我没有。这位宋大小姐平日里可没这么好说话，听峰里的其他弟子说，这宋敏敏一言不合就翻脸，张口就能把女弟子骂哭，不顺心的时候把男弟子打趴的事也是有的。他听说的宋敏敏和刚才那位是同一个人吗？云舒这支小队被安排前往探查的地点是前来镇，是个依附于紫霄宗的小地方，离紫霄宗不过1日的距离。云舒5人到前来镇的时候已经天黑了，大家先找了家客栈住下，点了5间客房。云舒挑了一间靠里的房间，打开窗户后能看到远处有一片树林。听客栈里的人说，这是片槐树林，早些年镇上的人把这片槐树林当作墓葬之地，许多槐树脚下都埋了人，后来埋不下了，
才换了别的地方。而在云舒房间的对面，有人却在此时打开了窗户跳了出去，离开了客栈。小镇街道拐角的夜宵摊子上，一名戴着面纱的紫衣女子单手端着一盏茶，摊子周围都是高声议论的大汉，颇为嘈杂。莫燕匆匆赶来，在紫衣女子的对面落座，她低声问道：“乡长老有何吩咐？和你同行的小姑娘里有个叫云舒的吧？是玄威的小徒弟。”莫燕点头，呵。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茶盏落在桌面上，面纱下，乡长老勾起了一抹满意的笑容。这是云香粉，气味和绿铜蛇最喜欢的云香果一样。你明天让云舒那个小丫头带上，我会将槐树林里的绿铜蛇都引出来。乡长老抛了一个香囊给莫燕，莫燕看引出来。乡长老抛了一个香囊给莫燕，莫燕看着手里的香囊有些迟疑，问道：“乡长老是想要云舒死？”玄威驻守藏剑阁，几乎从不离开凌烟峰。我们的人不是玄威的对手，只能将他引开。既然是想要用云舒威胁玄威，那活捉更好。不如乡长老将这事交给我，我可以活捉云舒。莫燕提议道。乡长老讥笑道：“你对那个云舒动了恻隐之心，可别忘了你姐姐还在我那里。”乡长老，我只是觉得杀了云舒激怒了玄威，对我们也没好处。玄威还没胆子为了一个新收的弟子和我们整个门派为敌，你大可不必担心这一点。去吧，你出来久了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萧夫人不欲与莫燕多言，她眼光向来毒辣，岂会看不出莫燕几次出言是想保那个小丫头？莫燕只得作罢，收下了香囊，回了客栈。第二天一早，云舒习惯了日出前早起打坐，等他结束了打坐，开始练剑时，同行的几个伙伴才陆续从各自的屋子里出来。云舒，你也太勤奋了吧！我们都出门派了，你还练剑？莫燕站在边上，冲了云舒招了招手。云舒收了剑，朝着莫燕走了过去，一边道：“莫师兄，其他人都起了吗？大家都起来了的话，我们就各自出发寻找失踪弟子的下落吧。”苏灵鱼大概是起了，宋大小姐和徐师姐应该还在各自的屋里。莫燕答：“云舒，一会儿去槐树林的时候，你带上这个香囊吧。林中蚊虫蛇鼠多，这个香囊能驱赶蚊虫蛇鼠。”云舒接过香囊，拿在手里看了两眼，也不知道这香囊里装的是什么香草，气味虽然很香，但是他闻着并不怎么舒服。莫燕啊，只有云舒师妹有香囊，那我们的份呢？不远处许可走了过来，看到莫燕送云舒香囊的一幕，开口调侃道。莫燕笑了笑，又从自己的储物袋里拿出三个香囊，道：“大家都有，我哪能把你们给忘了？”许可拿了一个。后头赶来的宋敏敏和苏灵鱼也都拿到了香囊。随后他们考虑到槐树林是整个前来镇最可疑的地方，云舒一行5人带上个宋敏敏的原因是为一起先去了槐树林。这片槐树林走近了看竟是绿意逼人，枝桠间还藏着朵朵槐花，光看模样和镇上人口中的埋尸之地是真的不像，凡人走进这里只怕是真的一无所查。但是对于他们这些修炼者来说，这地方缭绕着的气息令人十分不适，好重的湿气。踏入槐树林后，宋敏敏一路用手帕捂着鼻子，十分嫌弃这地方推邪门，我有很不好的预感。不过我们之中有个原因，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许可道。徐师姐什么时候这么胆小了？对了，云舒师妹有带你大师兄给你的传音符吗？莫燕的目光扫过云舒的储物袋，问道。带了，师兄让我随身携带，千万别丢。云舒答道。还有刘峰剑剑主这个后盾，就更不用怕了。莫燕笑眯眯地道。云舒，你看那边是不是有个人影？宋敏敏指着不远处一棵槐树底下的方向问云舒。云舒顺着宋敏敏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有个老头模样的身影。过去问问看，没准能问到什么有用的线索。许可先朝着那边走了过去，等走近了，就看到树底下的不是个老头，而是个形容狼狈的年轻人。你们是紫霄宗的弟子？年轻人看见云舒几人身上的服饰，欣喜道：“我们是，莫非你也是？”莫燕问。太初峰弟子秦相，各位师弟师妹是门派里派来找我们的吧？我好不容易才从魔兄们手里逃出来。秦相捂着自己流血不止的腰部，艰难的自己的情况向云舒几人交代完。原来这位秦相师兄前日下山后，在山脚下就被魔修给掳到了这里。除了他以外，槐树林深处的地下通道里还关了不少和他一样的紫霄宗弟子。灵鱼先在这里给师兄治伤，我们其他人先去师兄说的地下通道看看吧。莫燕提议道。宋敏敏和许可都没有意见，他们2人点了点头，却听云舒道：“灵鱼师兄才练气中期吧，而且还是个一修，万一遇到危险，灵鱼师兄一个人根本应付不来。”对啊，灵鱼师兄虽然是师兄，但是修为还不如云舒。宋敏敏道。苏灵鱼捂脸，宋师妹这句话也不用特意说出来吧，我留下来等灵鱼师兄，你们其他人先走吧。云舒倒并不是想说苏灵鱼修为不够，这句话才是他想说的。云舒也只有练气后期，真要留一个人下来等灵鱼的话，我觉得还是让徐师姐留下来吧。莫燕道。徐师姐筑基修为确实更稳妥一些。宋敏敏心里是更想和云舒同行，自然希望留下来等苏灵鱼的是许可而不是云舒。云舒摇了摇头道：“敏敏身边有元婴保护，你们其他人和敏敏一起走，我有传音符可以找大师兄，会比徐师姐留下来安全。”这位小师妹说的是，而且我虽然受了伤，如果有魔修追过来，我也能抵挡1、2，保护师弟师妹的。秦相开口插了一句话。好吧，莫燕垂了垂眸子，接受了这样的安排。莫燕4人就出发去了槐树林深处，大树底下只留下云舒和苏灵鱼、秦相3人。云舒好奇地看着苏灵鱼给秦相治疗，秦相腰间的伤口在被苏灵鱼抚过后就止住了血，他也明显看到秦相松了眉头，似乎疼意减轻了很多。之前他在比武场擂台赛后吃了素问风的丹药后，身上的伤减退了很多。莫燕他们就大呼神奇，
这会儿看苏林瑜动手也能给人止血，苏文峰果然很厉害啊！秦师兄是什么灵根，还是说天生健体？苏林瑜突然问秦相，秦师兄要是天生健体的话，该来我们凌烟峰吧？我师父也是天生健体。云舒道，变异灵根的师兄师姐不出20数，在门派里都很有名。秦师兄应该也不是变异灵根吧？苏林瑜从伤口上移开了目光，抬头笃定地看向了秦相。秦相顿了一瞬，然后笑了。是啊，我既不是天生健体，也不是变异灵根。不过我听说凌瑜师弟是变异水灵根，真是令人羡慕啊！咦，凌瑜是变异水灵根？云舒意外，虽然修为还没师妹高，但我的确是变异水灵根。苏凌瑜无奈道，他都被师妹小瞧成什么样了？所以凌瑜的意思是，秦师兄这伤不是真的吧？云舒也看向了秦相，从苏凌瑜开口问秦相的灵根，云舒就已经听懂了。大师兄告诉过他的，凌烟峰上天生健体的师傅和变异灵根的大师兄、三师兄伤口愈合得快，不吃药也无妨。三灵根的二师兄每次受伤都要躺上好久。云舒的话音刚落，秦相就变了脸色，他身上忽然光芒大涨，从一个邋遢的年轻男子变成了一个蒙着面纱的妙曼女人，身上的修为也从筑基暴涨至元婴。小丫头，有些话也不用非要说出来，本来还能让你再多活一会儿。香长老猛地袭向云舒，云舒赶紧去拿储物袋，元婴修士绝对不是他能对付得了的，赶紧找师兄。结果低头一看，腰间的储物袋已经不见了，真可怜，自以为有自保的手段，还特意留下来。现在你唯一的依仗也没了。香长老将云舒一掌拍飞后，旋身坐在了身后的树枝上，居高临下的看着倒在地上的云舒。云舒抬头就看见香长老手里拿着的正是他的储物袋。云舒师妹，苏凌瑜赶紧跑过来，一边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香长老和云舒之间，一边飞快地检查了一下云舒的伤势。云舒却撑着自己的剑站了起来，我没事，凌瑜你不要挡在我面前，他是元婴，你承受不了他的攻击，我承受不住。云舒师妹不也一样？我是师兄，哪有躲在师妹身后的道理？苏凌瑜握住了云舒的一只手腕，双指搭在他的手腕内侧，云舒能感觉到涓涓灵气流入了他的体内，是苏凌瑜在消耗自己的修为治疗他。明知自己不是香长老的对手，苏凌瑜并不打算做任何抵抗。如果香长老出手，就让他的招式落在他的身上好了。他唯一能做的不过是治疗云舒的伤而已。云舒看了苏凌瑜一会儿，这位师兄还真是有些古怪。在门派里看到他被那些师姐师妹们包围的时候，明明是个有喜怒哀乐的常人，这会儿却不像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元婴修士的一掌就过来了，自己可能就此丧命。这种情况下怎么能眉头都不皱一下呢？云舒看到苏凌瑜的眸子里只有毫无波澜的平静。凌瑜，既然我们两个现在处境这么危险，临死之前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云舒忽然开口道。苏凌瑜对上云舒的目光，其实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妹妹。云舒继续道，我没有妹妹。云舒师妹。苏凌瑜面不改色的接道。凌瑜为什么这么肯定？万一你不知道呢？你的父母瞒着没告诉你，我也没有父母，谁都可能有个失散多年的妹妹，但我一定是没有的。云舒本想逗一逗苏凌瑜，没想到这位师兄一点都不配合，果然很奇怪，我的这个秘密是假的，但是凌瑜一定有很多秘密，等我们平安离开了槐树林，我再继续问凌瑜吧。云舒绕到了苏凌瑜的前面，手中的剑指向了香长老。云舒师妹指向了香长老。云舒师妹，你是认真的吗？我们绝对不是元婴修士的对手。见云舒举起了剑，苏凌瑜才有所动容。师兄觉得不可能吗？不瞒师兄，我伤口愈合的速度好像比常人快上很多，身上也穿着师傅给的防御法衣，就算是在元婴修士手里应该能撑上一会儿吧。师兄趁机去找敏敏回来救我，你以为你的那几个同门逃得掉吗？我可没说过要留下来亲自对付你们。莫燕已经把那几人的位置告诉我了，我随时可以去把他们都杀了，包括那个元婴。至于你们两个，倒是看一下周围。香长老讥笑道。莫燕原来是卧底吗？云舒不由得有些失望，明明是个挺好的师兄。云舒师妹是绿铜蛇，而且相当多。苏凌瑜看到了周围密密麻麻的绿铜，饶是他对生死没什么执念，但是死在蛇群之中这样的死法还真是令人厌恶。绿铜蛇为什么会聚集在这里呢？你做了什么？云舒抬头看向香长老，你自己猜。香长老从树枝上站了起来，我也该走了。2阶绿铜蛇每一条都有筑基修为，这么多绿铜蛇围在一起，就算是我这个元婴也吃不消啊！你们在这里慢慢享受吧。香长老飞快地从槐树林中消失，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绿铜蛇们已经近在眼前了。它们各自吐着猩红的信子，有的挂在树上，有的游走在地面上，全都用绿铜盯着他们2人，随时都可能飞起来咬住他们。云舒的剑刚捅穿一条蛇，被蛇血溅了一脸。他回过头来看向苏凌瑜道：师兄，我自愿留下来保护你，就不会退缩，你就在后面看着吧。面对这些蛇，我能坚持到那个份上。小小的身影挡在苏凌瑜的面前，云舒的背影看起来瘦弱纤细，不堪一击，看起来他手里那把剑都能压垮他。但是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小姑娘硬是挥着剑将四面八方的毒蛇都拦了下来，让她连一滴蛇血都没沾到。苏凌瑜错愕，这就是剑修和他们这些医修的不同之处吗？在苏问峰上，他时常能听到师姐们吐槽凌烟峰的剑修师徒们是只会耍剑没脑子的莽夫。可以说，剑修的风评在他们苏问峰是极差的，只会拔剑无脑砍。虽然吹的是比其他修士战斗力更强，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在此之前，苏凌瑜也深信苏问峰的这套说法，但是此刻他或许能对剑修拔剑的姿态有一种全新的理解了，是勇往直前，是强大而有力，是一力降时会雷霆万钧的锋利与壮阔。云舒，你一个人的话，还有逃出去的一线生机吧，不用管我了。苏凌瑜艰难地开口道。或许和这位小师妹能死在一起的话，他会感到庆幸。说出这句话时，他也生出了一些自私的想法，但是他怎么能让这么好的云舒被自己拖累？云舒确实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灵气消耗得飞快，蛇血也在不断地腐蚀他的身体，这样下去他撑不了多久，他必须再做点什么才行。师兄，我不会放弃的，我还能变得更强一点。云舒道。他的话音刚落，
苏林瑜就看到他的周身开始汇聚起一些灵气，从一开始三三两两的，到后来如流水般涌了过来。云舒，你这是要筑基？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成功？快停下！苏林瑜慌了，明明连死都不放在心上，但是看到云舒在自己眼前做出这么危险的举动，他竟然还会慌张。云舒却不仅没停下，反而手中的剑挥舞得更快更猛。随着他杀死的毒蛇越来越多，涌入他体内的灵气也越来越快。对于无法集中精神引导体内灵气的云舒来说，眼下无疑是极其危险的。一个不慎严重的，甚至可能被灵气撑破经脉变成个废物。小丫头，你终于打算当个炮灰了吗？不是我要吓唬你，你这样真的要死的。系统也急了起来。他早就见识过云舒修炼起来不要命的样子，今天这是真要把自己给作死了吗？不打算。系统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不筑基也能带着灵鱼平安离开这里吗？云舒道，那是真没有。既然只有这一个选择，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云舒的心境随着手中剑饮下的血越来越多，便越来越开阔清明。你说我这个四灵根一辈子只能止步于炼气，我一家灭门是书里安排好，我云舒本该死在那场灭门里。我不敢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不敢有什么奢望，我能做的只有先把眼下能做的事做好而已，一步一步的从活下来到拜入师傅门下，从引气入体到炼气后期。1个月前的我应该也想不到自己能做到这一步，再长的路只要一步一步的走，总有能走完的时候吧。就像每个进入问心路的求道者一样，那些半途绝望放弃的人失败了，像我这样不敢停下的人成功了。而现在我只是想要迈出下一步，跨过筑基这个台阶而已，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吗？系统想说，你一个4灵根炮灰1月筑基当然令人惊奇，怎么解释都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啊。但是云舒这样一句一句的说着，每一句都坚定而有力，让系统怎么也无法在此刻将吐槽的话说出口。既然你是这样想的，那我希望你能成功。系统叹息了一声，他一个本该公正冷淡的看着这个世界的系统，这会小小的偏心了一下。云舒，试试吧，筑基，然后活着。云舒，试试吧，筑基，然后活着离开这里。系统的话音落下时，云舒仿佛能感觉到一只无形的手在他的后背推了他一把，盘旋在他体内的灵气便忽然温顺了下来，渐渐在他的丹田里凝聚成一团水雾。原本丹田中被他抽空的灵气瞬间又充裕了起来，源源不断的从水雾中流出，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穿过槐树林枝叶的遮挡，一片柔和的霞光落在了云舒的周身，缭绕着他久久不散。是祥瑞，你这小丫头可以啊，看来天道很喜欢你的道心。系统赞道。云舒却并未就此松懈，他的战斗还要继续，连元婴都惧怕的无数绿铜蛇，他才刚突破到筑基，哪能得意忘形？云舒，你过来，退到我这里来。声音响起，苏灵鱼无奈的声音。师兄怎么了？云舒一言后退了几步，却并未转身看灵鱼，他并没有从蛇群身上移开目光的余力，一双手就从云舒的身后伸了过来。苏灵鱼从他身后抱住了他。师妹想知道我的秘密，我就告诉你我身上最大的那个秘密。他在云舒的耳边低语，我啊，其实只是海孕养出来的一抹灵而已，无父无母，更没有兄弟姐妹。比起我的医术，更厉害的是我本身。师妹夺走我的所有灵气吧，杀光这些毒蛇，带我平安的离开这里。苏灵鱼的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低不可闻，他靠在他身上的重量也越来越重。云舒低头一看，就看见他的手腕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血液正在疯狂地往外涌，而这些血液就像各自有灵魂一样，攀上了他的皮肤，渗入他的皮肤。云舒伸手扶了一把差点从他身上滑下去的苏灵鱼，将苏灵鱼的手搭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一边扶着他，一边向前走去。来自海灵自愿献出的灵气将他的境界一下子就推上了金丹，原本密密麻麻的毒蛇此刻根本进不了他的身，而他不过抬手之间就能将挡住了他前路的毒蛇们杀光殆尽。不知道和毒蛇厮杀了多久，等云舒停下来的时候，他的周围已经躺满了毒蛇的尸体，剩下的些许毒蛇甚至感到恐惧而不敢再靠近他，只敢远远地在他身后吐着蛇信子。海灵的灵气快要枯竭了，他的境界渐渐回落到了筑基初期。云舒拄着剑，带着昏迷不醒的苏灵鱼一步步向着槐树林深处走去，去找宋敏敏一行会合。而此时宋敏敏一行人已经和莫燕碰上了面。宋敏敏看着眼前的莫燕，感觉非常陌生，仿佛换了个人。宋敏敏，你身后那个元婴不是镇修吗？连自己踏进了阵法里都看不出来吗？莫燕一边说着，一边卸下了自己的伪装。出现在宋敏敏和许可面前的是一个模样和气质都全然不同的少年。莫燕那小子长得不起眼就算了，还总是一脸傻笑，但也是我们重要的朋友。你不是他？许可冷着脸道。眼前这个少年虽然眉眼精致，比他们认识的莫燕要好看得多，但是他们认识的莫燕要比眼前这个好得多。我就是莫燕，只是你们从来没认识过真正的我而已。莫燕面无表情地道。而在他的身后，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另一个女人。莫燕，你居然背叛我们！宋敏敏气急，她哪里料到会被同行的师兄摆上一道。云舒呢？你说那个师兄骗了我们，那云舒和苏灵鱼怎么样了？他们两个现在应该已经被绿铜蛇咬死了吧？香长老绕着自己的发尾笑着道。而莫燕就站在阵法外冷眼旁观。没过多久，宋敏敏三人就已经被打得浑身狼狈，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莫燕，过来杀了他们啊！杀了他们，你就可以回去见你姐姐了。香长老留了宋敏敏三人一口气，抬眸看向莫燕的方向。莫燕站在原地没动，他道：到此为止吧，把他们扔进洞窟里，和其他紫霄宗的弟子一起关着就是了。其他人就算了，杀了宋敏敏，宋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好处吧？那就留着宋敏敏，你去把另一个女弟子杀了。香长老道。莫燕露出一脸厌恶的神色，但是这次并没有再拒绝香长老的要求，他一边扔掉身上带着的箫，一边手中结出一个法印，
朝着许可走了过去。法修筑基后期，这些天在我们这一群炼器弟子里装成个好欺负的样子，可真是委屈你了啊，莫厌师弟。许可艰难地抬起头看向莫厌，莫厌并不回答他的话。要杀了我吗？也是，从一开始你的伙伴就是那个女人，而不是我们这些紫霄宗弟子。这些天是我脑子进水了，竟然被你骗得团团转。许可自嘲，你说的对，我是个卧底。从一开始你们紫霄宗所有人就都是我的敌人，别怪我。下辈子眼睛可要擦亮点，不要随便相信人。莫厌将裹着灵力的手按在了许可的头上，许可闭上了眼，脸颊上两行湿润。虽然是个喜欢傻笑又长得不起眼的师弟，但是他喜欢过啊，他也真是眼瞎。莫厌渐渐收紧了手指，准备释放出手里的灵力，了结手下这名少女的命。莫厌身后一声厉喝，莫厌还没来得及转头，一把剑就已经飞了过来，插进了他的后背之中。莫厌瞬间失去了浑身的力气，跪坐在了地上，用尽力气回过头去，映入眼中的是远处两道互相搀扶着的身影。对不起，灵鱼，要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了，我很快就回来接你。云舒将昏迷的苏灵鱼放靠在一棵大树底下，自己朝着莫厌和香长老走了过去。云舒，你没有死，太好了！宋敏敏激动的差点又掉了一次眼泪。敏敏，还有力气站起来吗？到我这里来。云舒一边自己朝着宋敏敏走过去，一边道：能，我能的。宋敏敏努力挣扎着站了起来，刚站稳，一道灵气就扫了过来，重新将她压倒在地。这又是什么同门情深的戏码？别笑死人了！香长老手指动了动，宋敏敏就疼得叫出了声。莫厌，还愣着干什么？杀了他！香长老见莫厌被云舒叫住后，就收回了手，怒道：对不起，许可师姐，云舒师妹。莫厌低声道，忍着背上传来的疼痛，又重新蓄起了灵力。对不起，你大爷！许可突然抱起推灵力。对不起，你大爷！许可突然抱起推开了莫厌，他又不是傻。莫厌都被云舒师妹一剑刺的只剩半条命了，情况不比他好多少。而此时，云舒已经飞快地赶到了宋敏敏的身旁，从宋敏敏的衣领里翻出了一块玉来。莫厌，你是故意问我有没有带传音玉吧？好断了我的退路，也多亏你提醒了我。我为了以防万一，才取了一块玉藏到了敏敏的身上，让你们两个得意了这么久，也该轮到我们紫霄宗这边反击了吧？云舒将传音玉狠狠地摔在了泥地上，传音玉碎开后，一道颀长的身影凭空出现。云舒看着瞬息间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林清月，强撑着的身体不由得松了力道，差点摔了下去，一只手捞住了他的肩膀，成了他坚实有力的依靠。小师妹，林清月向来冷静温和的声音里带上了慌乱。云舒这满身的毒血正在侵蚀云舒的皮肤，看起来颇为吓人。林清月哪里见过云舒伤成这样？上次云舒受重伤还是从问心路走出来那次，他和师傅两个人给了云舒很多护身的法器，就算是对上元婴也能顺利逃脱，除非有人对云舒的情况了如指掌，事先偷走了他的储物袋。大师兄，那个蒙面的女人也是个元婴，你要小心。云舒抓着林清月的衣袖道：元婴就是她把你伤成这样的吗？林清月扶着云舒在一旁坐下后，抬头看向了坐在不远处树干上的香长老。香长老将林清月上下打量了一番，不以为意。林烟峰的人会来救云舒这种事他早有防备，就算是林烟峰的大弟子来了也不足为惧。传言中的流风剑剑主确实是风姿绰约、芝兰玉树，也难怪门内那群女弟子那么吹捧你。可惜你手里的这把流风剑今日怕是要折在这里了。呵，林清月冷笑了一声，一跃而起刺向香长老。你让云舒受这么重伤，我让你加倍奉还。通体青色的剑一出，树林里便聚起了阵阵风，起初是温和的微风，随着林清月周身聚起的灵力越来越多，这风越来越大，整个槐树林的树都摇起了枝叶，沙沙作响。林清月的流风剑出剑时正如她本人的气质一样飘逸和煦，看在外人眼里俨然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线，但实际威力只有被剑指着的人才知道。林清月性情再温和，她也是个剑修，而剑修最擅长的就是暴力和战斗。玄威这样的自然不用说，林烟峰的每一个弟子，他们的剑都足够锋利尖锐。香长老立即起身往后跳，他一转头避开了流风剑，剑刃擦着他的脸颊飘了过去。然而下一瞬间，他脸上的面纱就掉了下来，原本白净的脸上留下了一道明显的血痕。面纱下香长老的容貌柔媚姣好，但是被这一道突兀的伤口给毁了。是锋刃！香长老变了脸色，竟敢伤他的脸。林清月，你找死！他的手中出现了一只小碗，小碗被抛出后，猛然间变得巨大，恰好对着林清月扣了下去，将他一个人关进了里面。是吞天敏，极品灵宝，这种宝贝我爹都不舍得让我带在身上，这个女人为了对付我们可真是拿得出手。宋敏敏眼尖，一眼就认出了困住林清月的宝贝是什么。吞天敏，我听说是碧水天的镇派之宝之一，许可作为南方人，对碧水天的了解不少。莫厌和这个女人和碧水天脱不了干系吧？宋敏敏听出了许可话里的弦外之音。另一边，云舒看到大师兄被困，不由得为林清月担忧。法宝这东西大师兄也给了他很多，但是现在储物袋在那个女人手里，他也帮不上忙。大师兄，你还好吗？云舒能做的就只有确认林清月的安全。从这吞天敏的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云舒拿剑戳了戳外壁，外壁丝毫不损，连一丝划痕都没留下。云舒别担心，你先退开一些，免得被波及到。里面传出林清月淡定的声音，令云舒放下了心。云舒一言退开后，吞天敏中便发出一声巨响，紧接着吞天敏的外壁就出现了蛛网一般的裂痕，没过多久就碎了一地，里面的人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这怎么可能呢？香长老震惊地看着变成碎片的吞天敏，这可是化神七大能的一击都能扛住的极品灵宝啊！林清月她区区一个元婴凭什么？宋敏敏和许可也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林清月满身杀气的走出来的模样。刚刚他们还在讨论这吞天敏有多厉害，结果这么不堪一击。我的天，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林烟峰的大师兄这么恐怖的样子。许可忍不住凑近一旁的宋敏敏低声感慨道，确
确实，我还以为只有云舒的师傅比较凶残，没想到他大师兄也这么凶残。宋敏敏也觉得自己开了眼界，云舒他自己也很凶残啊，他都从那个元婴女人社的必死局里走出来了，还救了我。许可从今天开始对林嫣风的敬仰要再提高一个高度了。小师妹，修炼之中，观看别人的战斗也能领悟到很多东西。之前没有机会施展，他毁坏了门内的东西，被开出风的人责骂，在这里就可以用一用了。林清月一边提着剑向香长老走去，一边说给身后的云舒听，这一剑是师兄15岁那年在云天秘境里领悟的，名曰山雨欲来。那柄领悟的，名曰山雨欲来。那柄青色的剑树在林清月的身前，剑身碧莹莹的，以剑身为轴，大风向四面八方洗去，周围的树疯狂地摇晃了起来，整个树林里都充斥着树木的哀嚎声。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化作了黑幕，黑沉沉地压了下来。香长老大感不妙，飞身下去拎起墨砚就要跑路，可是林清月的剑已经飞至香长老的面前，剑意如同天塌一般压了下来，将他彻底击溃，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周围被波及的大树树干被击碎了好些，直接倒下的大树也不少，可以想见被这一招击中的人受了怎样致命的伤。收剑后，风平浪静，天空也恢复了晴朗，仿佛方才的一切都只是幻觉而已。云舒看不懂林清月的招式，但是他明白了林清月的剑里有着一种东西，是风，这是现在的他所没有的。就将你们二人带回去给开出风那帮人审问吧。林清月居高临下的看着香长老和墨砚二人，伸手间用法宝捆住了二人。秦香的本事也真是不怎么样，不过可惜你们还是一个都走不了。不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男声，有人缩地成寸，几步间走了过来。林清月，到了这槐树林里，就算是你，那也一样走不了。大师兄许可和宋敏敏看着来人，又惊又怒地瞪大了眼。妙音峰的弟子归阳真人瞥了一眼许可和宋敏敏，目光冷淡。大师兄，你也是叛徒？许可红着眼问。莫厌就算了，归阳真人可是他们妙音峰所有人的信仰，怎么能是叛徒呢？叛徒是紫霄宗父我在先，我不过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罢了。归阳真人一边说着，一边朝着他们走来。林清月，你们林嫣峰可真是不错啊，一个新入门的弟子都值得你这么拼的保护。林清门的弟子都值得你这么拼的保护。林清月将云舒挡在了身后，以防归阳真人突然出手。归阳，你不过金丹后期，就算槐树林藏了什么玄机，只怕你也不是我的对手。林清月道。归阳真人和他同期入门，他先一步进入元婴，更何况论战斗力，每个流派都及不上剑修。金丹后期确实不是你林嫣峰大师兄的对手，但是可惜我也不是金丹。归阳真人身上的气息一变，来自元婴的威压展现出来，瞬间将云舒和宋敏敏等人压得抬不起头来。你压制了修为，以你的身份和修为，迟早可以接任妙音峰峰主之位，为什么要背叛紫霄宗？林清月问。7年前的事你应该没忘记吧？云天秘境被隐月摧毁，沉入海底。当时云天秘境里还有上千的历练者没出来，那些人多无辜。隐月端的是正道首座的姿态，但是做的是比魔修更恶毒。这种人竟然是我的师傅，那是因为云天秘境蕴养出了大量的魔物，一旦让那些魔物逃逸出来，后果不堪设想。隐月真人那么做也是为了整个大3000界的苍生着想。林清月皱起了眉头，看来这个归阳也真是魔怔了，竟然这样说教养了他数十年的师尊。苍生的命是命，云天秘境里那些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去求他再等一天，他也不愿意等。明明只要他再给我1天时间，我就能救出。大师兄，迷阵外闯进来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她突然的开口打断了归阳真人的话。灵犀，你怎么出来了？快回去！归阳真人赶紧飞至灵犀身旁，要将她送出去。大师兄，你口中想救的人是我的娘亲吗？灵犀不愿意，他抬头问归阳真人，是。亲手害死你娘亲的人就是妙音峰的峰主，决定摧毁云天秘境的人是掌峰主，决定摧毁云天秘境的人是掌门元宗，所以整个紫霄宗都是我们的敌人。归阳真人认真的回答灵犀，这些事灵犀都是要知道的。林清月听着归阳给灵犀洗脑的话，听得忍不住笑出了声。原来如此，是为了那个叫子清的碧水天女弟子吧？当年三师弟听闻此事，还当成了笑话说给我听来着。妙音峰的大弟子生是脑子进水了，喜欢谁不好，非要喜欢一个有妇之妇。子清与凡人相爱，育有良子，对你根本无益，你还非要纠缠不休。你闭嘴！归阳被激怒，手中长笛一转放至唇边，立即吹出一段凄厉的乐声来，笛声中满含着戾气。宋敏敏和许可2个练气期弟子听得立即吐了血。云舒有林清月护着，才没被波及到。林清月，就先杀了你以告慰子清的在天之灵好了。归阳真人口中吹奏的笛声旋律变得越发诡异，这槐树林渐渐的同他的笛声有了共鸣，原本散落在树林里的湿气逐渐凝聚成实体，纷纷冲向了林清月。这就是你的底气吗？凭借着这林子里的湿气，你就以为能打得过我？林清月轻笑了一声，面对铺天盖地袭来的湿气，脸色丝毫不变。知道你们林嫣峰有点本事，但你也太自以为是了。这里起码有上万的怨灵，原本是为了困住你师父设下的怨灵阵，凭你林清月只怕是不可能活着从这片林子里走出去。归阳真人冷笑了一声，我师父一剑就能削平整个林子，你和碧水天那些人对他老人家有什么误解？林清月脸上的笑意更重，话毕，他手中的流风剑一剑刺出，有如雷霆万钧扫尽所有扑向他的怨灵，连同周围的槐树也都纷纷倒下，瞬间清出一大片空地来，天空之中的太阳也露出了完整的模样，投下大片阳光，完整的模样。投下大片阳光，将原本阴暗的树林里照得亮亮堂堂。林嫣峰大师兄对战妙音峰大师兄，不过一招就结束了战斗。那把流风剑驱散了所有的怨灵后，便直抵归阳的脖子。林清月只需稍一侧手，就能要了归阳真人的命。归阳真人大骇，
显然完全没料到林清月会有这种压倒性强大的实力，他在他面前竟毫无反手之力。怎么可能？你分明修为与我相当。龟阳真人不敢相信。你说怎么个相当法？你一个元婴初期的阴修和我这个元婴中期的剑修实力相当。林清月笑道：原来你又突破了，我还是追不上你。我与你天赋相当，入门时间相同，你的修为却总是快我一步。龟阳真人知道自己彻底败了，没了方才的傲气，一脸绝望之色。玄威至今只收4徒，隐月的亲传弟子怕是多得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两人对弟子的教养到底是不一样的，哪个峰的弟子能不羡慕林烟峰那4人呢？即便是他这个妙音峰首席也不例外。这就是你说错了，隐月真人也是个好师傅，你实力不及我是你自己的问题，怎么会是隐月真人的问题呢？林清月道。龟阳真人面露讥讽之色，玄威和隐月怎么会一样呢？今日林清月若是在这里出事，玄威一定会赶过来，可换作他失踪了，也没见隐月亲自寻找他的下落。师傅他老人家和我听说小师妹在凡人间的时候受过你的照顾，我们林烟峰觉得来而不往非礼也，今日就还给你。林清月一甩剑鞘敲在龟阳真人的膝盖上，龟阳真人跪倒在地上，愤恨地看着林清月，你若是不背叛紫霄宗，念在是同门的份上，我们林烟峰顶多就是要你赔礼道歉，可换作同门之外的人，我们林烟峰向来都是要加倍奉还的。林清月朝着云舒招招手，要云舒过来。